我们总希望自己的人生可以过得顺遂，目标也都可以轻松完成，但是人生哪有那么容易的？看着别人都功成名就，轻轻松松就可以拿到文凭，毫不费力的就可以进入大公司，总觉得自己努力那么久，怎么都没有用，心情一天比一天沮丧起来了。艺术异世界，欢迎来到 Maggie 聊聊书，让我们开启心灵的世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ggie，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，史丹佛大学心理学讲义《人生顺利的简单法则》。这个书名好长哦。这本书的作者是凯利·麦高尼格，他本身自己就是一位心理学教授。除了写书教书之外，他自己本身还是个舞蹈跟瑜伽老师。他在 TED 的演讲，在 YouTube 点击率更是破1400万以上。刚才前面有讲到，我们看别人功成名就，好像都轻轻松松可以完成，但是我们总是看到别人光鲜亮丽的那一面，却没有看见他辛苦的那一面。书中称这个叫做小鸭症候群。你看那个鸭子在水中自由自在的游着，殊不知它的2只脚在水里拼命的划着。你以为别人没有努力，但是却在你看不到的地方默默耕耘。我们总害怕被人指出错误，或是害怕承认错误，总觉得自己承认错误会被人家看不起啊，承认自己没那么聪明会被人家瞧不起。但是其实每个人都会面临到失败，其实失败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怎么去面对它。最近我遇到一件很让我生气的事情。其实我定期有在某个平台上创作，那是我自己个人的兴趣，我喜欢写作。但是因为某种原因，那个平台把我的账号给关掉了。至于什么原因，我也不想再多讲。那这件事情其实我当下是非常生气的。其实后来想想也就算了，这让我学习到一件事情，其实在平台上写作创作，不管是拍影片之类，都是有风险的。我们想借由媒体传播，不论是写作啊或是拍影片，来累积我们的读者，想要增加我们的写作知名度。可是在平台上的风险就是一旦平台认为你做错了，你就是错了，而且你申诉无门。这让我想到之前有看到一个 YouTuber，他是整个频道里面的影片被莫名的删除了，然后他写信到 YouTube 总公司，公司回应他说没有办法，所以也就是说他这个账号他累积的粉丝量全部都没了。身为一个自媒体人或者是作者，你必须想方设法去留住你的读者或是你的粉丝，或许是你创造一个网站，又或许是你自己收集粉丝的名单。我觉得这都是自媒体人最重要自己做的功课。人际关系可能是我们人类遇到最难解的一道难题，无论是嫉妒啊、竞争啊，或是对同事感到失望，这些情绪都会让我们心力交瘁。我们大脑本身就是容易感受到社会对立的一种征兆，这个机制也是为了让我们顺利能在社会环境上生存的原因，同时这也是为了保护自己，去判断对方是敌是友，所以人类才会习惯性去判断对方的行动跟想法。只要有那么一瞬间对方露出失望的表情，那么你可能就会开始脑补对方是不是在骂自己，或是说自己不好呢？然后你就会想方设法的去讨好对方啊，或是提高对方对你的感官。有些人甚至连睡觉的时候都在想如何搞好人际关系，他人是如何看待我，我又该如何解决跟他的争执之类。首先你必须要知道，我们没有办法满足所有的人，有的人会喜欢你，那么有的人就会讨厌你。我们只能尽可能的释出善意，善待别人。至于对于他人对自我的批评建议，你必须适时的判断这些批评对你到底达成什么样的效果，而不是只是批评这件事情去做或是不去做。举个例子好了，假如说你想要更换职场，去找下一份工作，有些同事可能只会跟你说
现在大环境这么不好啊，你离开这个工作，说不定下一个工作也不会很好啊。但是有些朋友则是会给你具体的建议，依照你的经验去那边做可能会比较吃力，会建议你去考个证照啊，然后再进去这家公司会比较好。后者的朋友他其实对于这件离职的事情，并不只是说出好与不好而已，而是他提出了更具体的建议。我们有的时候单举证明，并不能看出事情的全貌，适时的寻求建议是个好事，但是也要小心这些建议只是无谓的批评。做了很多心很累怎么办？通常心累是因为找不到改善的方法来继续支持自己的热情与干劲。我们人身上都有3种正向力，第一种关联性，感到与他人、群体或远大的重要目标连接；第二个自主性，能够自由决定左右人生的行动或选择；第三，熟练，知道自己有能力处理眼前的事情，或知道自己在某领域上有贡献，同时可以提升自己的能力而感到满足。当上面3种被满足了，人们就会感受到强烈的满足感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工作其实反而带给人们自信。但是基于生存本能，人们更容易聚焦于一些自己犯下的小错误，我们称之为瞬间的痛苦。但是我们必须把这些痛苦的思维做转换，去思考你继续做这件工作的背后的原因、愿景或是目标。你本身就是一个乐于分享的人，所以当初才会选择行销这种工作。也许你可能是喜欢团队生活的人，你喜欢大家一起工作的那种冲劲。试着去想一想，你当初选择这份工作的原因是什么？一定会有一个愿景在。我们的动力若是取决于别人怎么看待我，那么通常你一定无法坚持这份工作太久。就好比你想要养成定期运动，想要运动的动机可能不只有一种，也许是公司奖励运动，减1公斤可以拿到多少奖金，又或者是因为外形而身材改变而受到同事的赞赏，所以你想要运动。但是上述说的其实都是外部报酬，想要被认可、想要被称赞等理由，其实并不会支持你继续做下去。你反而是要想办法把这些动力转化成内在动力。比如说我运动就是为了健康，又或者是说我想要找回当初运动时的那种喜悦的感觉。失败，最后我想要讲一讲失败这种东西。我还记得我在银行上班的前几年曾经犯下了一个错误，就是我忘记更改到客户的账单地址，以至于他的账单被他母亲发现了。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做信贷，所以就被他母亲发现他有在贷款。然后于是我就被这个客户骂了将近1个小时，那我不停的说抱歉啊，然后直到那客户气消为止。由于这件事情，当时我就在思考，我是不是不适合在银行工作，我是不是不适合做那么细心的工作。大部分的人其实都会只关注于自己的失败和弱点。其实我在银行做那么多年，服务过300位客户，一定是有很多位客户是认同我的能力的。但是人就是这样，总会记得自己的错误跟批评。不过也因为那件事之后，我在处理客户的账单的时候都会变得非常的小心。其实错误以长远的角度来看是好事，是成就我们、迫使我们成长的一种方式。失败常常会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沮丧，甚至怀疑自己，扬起放弃的念头。当你感觉到挫折、沮丧的时候，你试着回想看看，你为什么会那么在意这件事情？那都是因为你想要让自己更好、更完美。那么我们就把注意力专注在如何让自己更好、更完美，如何完善自己的这件事情上面，而不是反复思考自己犯错的那件事情。借由持续地专注在自己的目标上面，慢慢的你就会养成解决问题的习惯，而不是批评自己的心态。好啦，今天 Maggie 就分享到这边。如果你也喜欢这部影片，请分享给你周围的朋友，或许对他们有所帮助。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这个频道主要是分享我读书心得。如果你也想跟我一起学习成长，不妨订阅一下。那我们就下本书见啦，拜拜。